陈平安在北距泸州结交了陆地蛟龙齐景龙，隋景城的真实身份竟大有来头。随着裴乾回到藕花福地再见曹晴朗后，裴乾为了不输给曹晴朗，也是开始跟崔成习武练拳了。而身在北距泸州的陈平安，则是继续带着隋景城前往仙家渡口。当然，陈平安一路上也没有忘记惩恶扬善，并且陈平安还顺便教导起了隋景城为人处事与砥砺学问。因此，修为高、品格好的陈平安在途中就被隋景城给告白了。一心只有宁瑶的陈平安自然是拒绝了隋景城，不过被拒绝的隋景城并没有气馁，隋景城反而是坦然地告诉陈平安，他还会继续喜欢陈平安的。陈平安有些无奈，便告诉隋景城，每一位好姑娘就该被一个好男子喜欢，你只喜欢他，他只喜欢你，这样才对。对此，隋景城只是说没有关系。眼见隋景城态度坚决，陈平安也就不再相劝，毕竟他喜欢是他的事，他陈平安只喜欢宁瑶就行了。而之后的行程中，陈平安又结交了一位对他至关重要的好朋友，这位好朋友便是北距泸州年轻时人排名第3的元婴剑修齐景龙。齐景龙也是唯一一个能够与陈平安讨论道理而不输之人。两人初次的结识源自于陈平安给隋景城讲道理时，路过的齐景龙听到后便主动与陈平安诉说了自己的观点。正因为如此，一见如故的两人互相探讨了许多的规矩道理。陈平安还询问了齐景龙在修行路上是在追求世间万法不拘我，还是随心所欲不逾矩。齐景龙听后告诉陈平安，是后者的随心所欲不逾矩，因为人在变，世道也不停地在变。随心所欲不逾矩虽然只是一种有限的自由，但在规矩之内的自由又何尝不是大自由。说完后，齐景龙便主动与陈平安做了自我介绍。而说起齐景龙的姓名也非常有趣，齐景龙游历江湖介绍自己则是姓齐，而山门祖师堂谱牒记载的则是叫做刘景龙。文刀在下，文刀在右，意义4个有不同，在下是江湖，在右是谱牒，很耐人寻味。之后两人又论及顺序，齐景龙亦是对顺序学说脉络见解颇深，便是陈平安这位文圣传人都对其诚心诚意一些。两人聊到最后，陈平安还从齐景龙口中得知了保平州大黎王朝新的5月都已敕封完毕。听到这个消息的陈平安内心为之一动，毕竟当初陈平安在前往北距泸州之前，崔东山可是亲自送给了他大黎的5月5色图，以备给陈平安炼化土属性本命物。如今大黎敕封5月完毕，也就代表着陈平安可以炼化5色土了。涉及到了1周的5月土壤一旦炼化成功，陈平安今后的成就只会更高。于是陈平安当即决定开始炼化土属性本命物，齐景龙则是主动留下来为陈平安的闭关护岛。而就在陈平安闭关炼化土属性本命物的期间，隋景城的真实身份也被揭开了。原来隋景城竟是剑仙丽彩的关门弟子，同时隋景城也是丽彩闺蜜太霞元君李鱼的记名弟子。这太霞元君李鱼可是火龙真人的弟子。当年隋景城为了大道前程需要转世重修，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合道机身上5境。然而此法凶险无比，九死一生。但是她师父丽彩的好闺蜜太霞元君恰巧就能保证这种凶险方法成功率极高。于是俩好姐妹一合计，丽彩便将弟子全权托付给了李鱼照看。之后李鱼就将隋景城送入了武林国隋家转世重生。而后李鱼在隋景城儿时又化身云游道人，赠送了隋景城几份法宝。事情到这里，隋景城本还在按照原本的计划成长，可后来照看隋景城的太霞元君李鱼却是闭关出了岔子，不幸冰解离世，所以隋景城这边也就被暂时给遗忘了，甚至就连隋景城被其他小宗门觊觎也没有人出手护岛。好在路过的陈平安机缘巧合救下了隋景城。而在太霞元君冰解后，丽彩的弟子荣畅也是第一时间通知了已经随江上真前往了保平州的丽彩，因此得到消息的丽彩便立刻动身返回北距泸州，并且丽彩先行飞剑传信让荣畅找到隋景城保护他的安危。于是在陈平安炼化土属性本命物时，荣畅和太霞元君的嫡传弟子顾墨找来了陈平安这边，两人向隋景城道明了前因后果后，本想带走隋景城。然而现在尚未开窍的隋景城已经爱上了陈平安不能自拔，所以隋景城自然不肯跟随两人离开，说什么也要去一趟保平州后再做决定。荣畅两人见此本想强行带走隋景城，但是有齐景龙出手阻拦。齐景龙告诉两人等陈平安出关后再行商议解决此事。在陈平安成功炼化土属性本命物出关后，陈平安依旧是要遵循隋景城的意愿，所以陷入僵持的双方便只好等待剑仙丽彩归来。不过没想到的是，丽彩回归后仍是没有扭转颓势，并且最后丽彩同意了隋景城继续游历保平州。丽彩说等隋景城开窍回想起了自己的前尘往事，到时候再让他自己做出抉择。而丽彩给陈平安的底线便是在隋景城开窍之前，让陈平安不能和隋景城滚床单。这一点丽彩其实可以完全信任陈平安。而其实丽彩之所以没有强行出手干预自己的弟子，是因为当初江上真带着丽彩去往保平州之前曾和丽彩打过赌，江上真当时就猜到了丽彩的这位嫡传弟子会喜欢上陈平安，丽彩当时怎么也不信。可如今隋景城果真爱上了陈平安，所以丽彩才没有太过干预隋景城的决定，只是为了隋景城的安危着想。丽彩离开前还是留下了弟子荣畅担任隋景城的护道人。
天下宴席有聚便有散，有了护道人的随景成念念不舍，和陈平安分别去往了宝瓶州。戚景龙与陈平安拎酒击掌相约江湖后也告辞离去，陈平安则是继续游历北距泸州。而接下来陈平安将会遇见汉山全谱的主人顾佑。不知师猛的张山峰和陈平安分别后经历有多丰富呢？在陈平安和齐随两人分别再次踏上了远游时，远在中土神州的张山峰正和师父火龙真人走在中土的慎泽之畔。火龙真人说是要带着张山峰去见一位故交老友，对此张山峰也没有询问师父去见的人到底是谁，或者是问对方的境界高不高。张山峰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当年与陈平安分别后，他的师父就曾带着他去往一座孤悬海外的岛屿见故人，只是最后他的师父被那位故交读书人给拒之门外了。当时张山峰便对自己师父的修为有了一些感慨，尤其是得知师父说那读书人不是什么陆地神仙，更不是玉仆仙人境界和飞升境界后，张山峰就更加唏嘘不已了。这不是说明那位读书人也不是一位山巅高手吗？可就算如此，自己师父竟还是被拒之门外了，可见自己师父的修为只会更低。所以张山峰当时便自觉估摸出自己师父的境界了。而在师父被拒之门外后，张山峰原本想要好好安慰自己师父几句，只不过一看到师父浑不在意的模样，张山峰便没有出言安慰，如此更好。张山峰想着自己师父斩妖除魔的本事不济，他这个当弟子的道法稀烂好像也情有可原。可张山峰不知道的是，那位读书人当然不是什么陆地神仙和飞升境，因为他可是实实在在的14境大修士，号称人间最得意的白野。而在离开白野的住所后，火龙真人又带着张山峰来到了中土神州龙虎山。师父登山入了天师府，张山峰却是被师父留在了山脚。对此张山峰就觉得是师父的境界修为不高，无法带人一起登山。虽然有些遗憾，但也觉得情有可原。上山前，火龙真人说是要上山去与那龙虎山皇子贵人求一件事情，若是成了，张山峰就可以登山了。张山峰听后还让师父用点心，与那些皇子贵人们好好说话，别像在自家山头那般混不吝，毕竟他能不能拜访天师府就全靠师父了。当时火龙真人可是信誓旦旦让徒弟尽管当心，结果师父登山没有多久就下了山向他道歉，说事情没办成，他这位弟子也就没有办法去天师府长见识了。张山峰便说没有关系，并且他还反过来宽慰了自己的师父几句。火龙真人当时顿时感激涕零，无比感慨，连忙夸赞张山峰真是他这位师父的小棉袄。离开前，张山峰仰头看了一眼远处的龙虎山，仙气缭绕，宝光蕴界，没有登山的张山峰便更加失望了。只不过这种失望不是对师父的失望，而是对他自己的失望。当年他按照师父的吩咐离开了帕地峰，去了远方的宝瓶州，一番游历之后几近失魂落魄，而他跟在师父身边却从未如此。所以哪怕自己的师父修为不高，张山峰也对师父越来越感恩。而此次火龙真人之所以会带张山峰来到天师府，其实是白野帮助火龙真人斩杀了那头飞升境大妖，所以按照约定重返龙虎山的火龙真人，便是希望张山峰能够得到当代天师府大天师的授予，是希望替他的外姓大天师一职。但是天师府虽认可了张山峰未来大道可期，只是如今妖族蠢蠢欲动，浩然天下大乱之势气象已有，而龙虎山也看出来了张山峰武道登顶必然极度缓慢，甚至断言张山峰在100年之内注定无法成为龙虎山的中流砥柱，远水不解近渴。加上天师府在这1000年之间已经找到了2位外姓大天师候补，所以天师府对于火龙真人提议让徒弟接任天师的事情并未接纳，并且只要火龙真人在北距泸州真正飞升之后，中土龙虎山当天就会推出一位外姓大天师。虽说新任天师相较于火龙真人逊色颇多，可是相比张山峰自然天壤之别。当时天师府拒绝火龙真人后，天师府祖师堂内除了那位神色自若的大天师，其余几乎所有皇子贵人都有些道心绪乱，难免惶恐，生怕被拒绝的火龙真人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所幸最后火龙真人只是默然下山，带着弟子张山峰离开了龙虎山地界。可见龙虎山天师府除了大天师之外，无人是火龙真人的对手。可惜的是，张山峰并不知道自己的师父这么猛，而脾气火爆的火龙真人之所以没有动手，是因为火龙真人深知外姓大天师关乎着天师府的命运，这件事不可儿戏，他还是讲道理的。加上即将就要来临的妖族动乱，天师府也确实需要高端战力，所以被拒绝的火龙真人难得没有爆发。不过除了这2方原因之外，其实和陈平安也有关联。当初陈平安曾送给了张山峰2件法宝，分别是天师府前代真人的天师刻印和真武剑，所以虽然张山峰没有得到龙虎山的认可，但张山峰已经拥有了前代天师府真人的印章，这是不是说明张山峰在无形之中已经得到了认可？真是妙不可言。所以当初火龙真人才会在陈平安体内留下火龙，帮助陈平安淬炼武道，以此帮助徒弟了却这桩因果。只是天师印章和真武剑对张山峰至关重要，因此火龙真人觉得当初的馈赠是不太够帮徒弟了却因果的，
所以离开龙虎山的火龙真人便带着徒弟来到了圣泽之畔。火龙真人所说要见的好友便是圣泽水神，这圣泽水神乃是浩然天下第3大王朝修为最高的水神。火龙真人是要向着这水神要点本命水丹，替徒弟偿还陈平安的人情。而这圣泽水神当初就因为太过嚣张，曾惹怒过火龙真人，最终导致火龙真人运转神通焚煮整个圣泽。圣泽水神当时也是被吓得跪地求饶。如今火龙真人带着徒弟降临圣泽，圣泽水神自然立马跑出来献殷勤。最终圣泽水神也是一咬牙交出了3瓶本命水丹。当张山峰知道能送给陈平安1瓶后，也是开心不已。不过3瓶水丹当然没有白拿，虽说水神以前不厚道，但火龙真人仍是给水神也送了1条小火蛟，帮其淬炼金身，以此也算是给了圣泽水神一个化解恩怨的台阶了。当然这自始至终张山峰依旧不知道圣泽水神的真实身份，而拿了水丹的火龙真人则又要带着张山峰去往南婆娑州见故人，只是这故人一个比一个吓人。与此同时的落魄山珠帘等人为了发展也要开始整活了。阿良当初出剑竟帮魏博打通了机身上5境的瓶颈，魏博为了落魄山的发展开始毫无下限。自落魄山得到了1/4的偶花福地后，珠帘等人便暂时将这块小地盘命名为莲藕福地了。真正的命名当然还需要等陈平安回归再说。不过落魄山得到福地虽然是一件好事，但福地同样为落魄山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毕竟任何一座福地想要维持里面的天地稳定，就都需要往里面灌输灵气，维持天地运转，也就是要消耗大把带有灵气的神仙钱。而福地又分为上中下3个等级，尤其是想要从灵气评级的下等福地，身为一座可以让福地当地人修行的中等福地，更是需要掌管福地之人持续消耗神仙钱了。简单而言，福地就是消耗灵气的一座无底洞。但是如果经营得当，福地当中的修士以及受纳灵气浸染逐渐孕育而生的各种天材地宝就都是财源了。江上真之所以财大气粗，便是因为他掌管了一座名为云窟的上等福地，而落魄山得到的1/4福地便是介于下等中等福地之间。如今这座改名为莲藕福地的疆域正是昔年藕花福地的南苑国版图，里面人口总计2000万人，福地无限接近中等，这便意味着南苑国众生无论是人还是草木精怪都有希望修行。但是问题症结就在于福地只要尚未跻身中等，哪怕南苑国皇帝和朝廷敕封了山水神奇，一样留不住灵气，这座福地的灵气只会消散，并且去无踪迹。哪怕是魏博这种山岳大神都找不到灵气流失的蛛丝马迹，就更别提阻拦莲藕福地中的灵气缓缓外泄了。所以当务之急便是如何砸钱将莲藕福地升为一座中等福地。可奈何落魄山没有钱啊，这可把猪脸他们急得团团转。毕竟此事拖得越久，之后的消耗就会越大。为此猪脸还难得主动给卢白相、魏献随右便寄去了信，让他们开始积攒神仙钱，并让他们有事没事就捞几件法宝送回落魄山。可远水解不了近渴，猪脸、郑大风、魏博3人就时常商议筹钱的事情，结果灵气钱没筹多少。魏博倒是先把福地跻身中等所消耗的灵气钱给算出来了，以如今莲藕福地的状态，还足足需要2-3千颗谷雨钱才会跻身中等。3人一听就更加犯愁了，毕竟现在落魄山的家底凑100颗都难。于是郑大风就出主意，让魏博干脆再举办一次神灵夜游宴，让魏博管辖范围内的那些山神水神啥的再来给他送一次礼，甚至等过2天魏博跻身玉仆境了还继续办一场。要知道魏博不久前才为了庆祝自己继任北岳正神举办过一场夜游宴，这就相当于魏博在短时间内接连要办3场夜游宴，纵然是神灵也是要脸面的呀。所以魏博有些无奈回道，这么不要脸不合适吧。对此郑大风只是转头笑着询问猪脸，这样做合适吗？为了落魄山的发展，猪脸当然觉得挺合适的，最后魏博自然也同意了。于是魏博打着自己破镜缺钱的旗号，开始大肆的为落魄山搜刮法宝赠礼。而其实已达元婴大圆满的魏博随时都可以跻身玉仆境，准确来说是魏博跻身上5境的难关早就被人给打破了，而且破得极为巧妙隐秘。魏博之所以没有早破进入唾手可得的玉仆境，是因为他想把玉仆境的底子打得更好，让他的玉仆境更加的完美无瑕。而打破魏博跻身上5境难关的人正是阿良，归根结底正是阿良的出现，魏博这位曾经的落魄小山神才会一跃成为如今的宝瓶州北岳正神。因此魏博为了回报阿良，才会全心全意的帮助陈平安。至于什么脸皮啥的，不要也罢。而在又一波夜游宴后，郑大风开心下山去了一趟师傅杨老头的店铺。郑大风主要是向师傅询问经营福地的注意事项，对此没有回答的杨老头只是讥笑郑大风，还真把落魄山当自个家了。郑大风笑着说落魄山挺好的。最后杨老头便让郑大风寄信给李柳，说是李柳对于福地经营最是得心应手。于是，一封信急速飞向了北距泸州狮子峰。而圣人阮琼见落魄山都有了福地，顿时羡慕不已啊！要知道阮琼成立的龙泉剑宗可一直没有洞天福地掌控。于是知晓父亲心意的阮秀便让父亲尽管去和杨老头做交易，换他几座大福地也乐呵乐呵。至于杨老头需要他阮秀今后做什么，还是得看他阮秀的心情。阮琼听后有些疑惑，这也行吗？毕竟杨老头可是连他都看不透的大佬级人物。不过有些疑惑的阮琼还是比较相信女儿的话语，于是阮琼一闪而逝去了杨老头的住所。不到半炷香功夫，
阮琼就一脸古怪地返回了女儿身边，看着自己这个闺女，阮琼摇摇头，感慨道：“难道真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因为她这一趟还真就给要来了几座大好的洞天福地。”可见杨老头还是非常看重阮秀的。而等李柳收到郑大风的信后，回归的水神李柳将会与阮秀这位火神第一次碰面。自古水火不相容的两人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杨老头为了阻止阮秀和李柳水火之争，究竟有多煞费苦心？阮秀又为什么一开始就对陈平安亲眼相加？深爱陈平安不能自拔的隋景城在离开陈平安后，便在大师兄荣畅的护道下来到了宝瓶州。收到陈平安来信的魏博也是第一时间前去迎接了隋景城。到了落魄山的隋景城便以密信将陈平安所带的话寄给了崔东山。做完了陈平安交代的隋景城如释重负。接下来在见到崔东山之前，他隋景城就只需要在元婴剑仙大师兄的护送之下，安心在宝瓶州游历了。不过隋景城还是打算在落魄山多待一段时日，也好见见陈平安时常念叨的赔钱等人。另一边，身在北距泸州的李柳收到郑大风的信后，也是第一时间赶回了家乡黎珠洞天。李柳率先去见了杨老头，杨老头让李柳尽管去教导落魄山打理那块福地。李柳点点头答应了下来。但李柳也知道，这一次杨老头之所以让郑大风叫他回来，肯定不单单是为了这件小事。杨老头嗯了一声，告诉李柳，刚好阮琼也找了他一趟，也与洞天福地有关，正好让李柳一并去教导阮琼如何打理洞天福地。李柳一听，眼神瞬间变得深沉了起来。要知道，他李柳可是远古水神转世，而阮琼的女儿阮秀则是火神转世，水火不相容，自古两人便有大道之争。当年神道还未崩塌之时，正是他们两位远古大神的相争，打得不可开交，以至于神道内部耗损严重，这才给了人族修士登天的一个大好时机，最终导致神道的破灭。如今他们俩人虽然已经不知轮回了多少世，但每一世相遇的两人仍是会大打出手。而如今杨老头却让他李柳去帮助龙泉剑宗，这不就是要他去帮助他的死对头阮秀吗？其实杨老头的用意正是想化解两人的水火之争。所以杨老头告诉李柳，随着神道崩塌，如今连道也没有了，还扯什么大道之争？一位江湖共主，一位火神高坐，打到最后无非又是大道崩塌，山河变幻，最后两人今生根本还在，只是各自换了皮囊继续重生一世罢了。与其这样永无止境的争斗，两人还不如罢手言和。所以为了阻止这一世的两位大神不再翻旧账，杨老头其实很早就开始实施计划了。最开始杨老头便是让陈平安大倒清水，用陈平安暂时替换了李柳去与阮秀争。正因为如此，大倒清水的陈平安刚开始才会被阮秀亲眼相加。毕竟火神阮秀看到清水的陈平安，就像看到了世间最美味的食物。然后阮秀便对陈平安转移不开视线了，时时刻刻都想着如何吃掉陈平安。只是后来随着阮秀越发的了解陈平安，陈平安的心境澄澈，让阮秀感到无比的干净舒适，所以阮秀对待陈平安的心境也慢慢发生了改变。甚至阮秀开始有些喜欢上了陈平安。加上后来在杨老头的推波助澜下，陈平安成为了李怀护道人，并和李怀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样一来，他李柳想要跟阮秀翻旧账，就需要先将天生清水的陈平安打掉，由他李柳来占据这条清水的大道后再行对抗阮秀。可是现在李怀绝对不会让姐姐伤害陈平安，李柳也确实不愿意让弟弟伤心，两人的大道之争便有了缓和的可能。可就算如此，杨老头还是觉得不够稳妥，所以杨老头现在又开始准备让刘宪阳重返龙泉剑宗，成为阮琼的关门弟子，并且刘宪阳和杨老头送给龙泉剑宗的其中一个洞天还相辅相成，而这座洞天又将成为龙泉剑宗的经济来源。有陈平安和刘宪阳在，落魄山和龙泉剑宗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密。阮秀为了父亲的宗门，就更加不会对陈平安出手了。一个陈平安，一个李怀，再加上个刘宪阳，三人的互相牵扯，也就基本杜绝了李柳杀陈平安后和阮秀再起冲突的可能性。可见杨老头为了不让阮秀和李柳再起冲突，也是煞费苦心。李柳听着杨老头的解释，心境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最后离开的李柳直接找到了阮秀。两人毕竟有着万年的交情，一见面也不至于直接就打起来。而正在吃糕点的阮秀还大方地给李柳分享了自己的糕点。见李柳也喜欢吃，阮秀就更加高兴地对李柳说，他以后打死李柳之前，还可以让他再吃一次。李柳便打趣道，他吃糕点，阮秀吃他，反正最后都给阮秀吃了，倒是好买卖。不过阮秀却说他们俩最后鹿死谁手还未曾可知，说不定最后是李柳胜出，吃了他也不一定。阮秀说这样也挺好的。看似和睦的两人言语皆充满了杀气。接着阮秀还询问李柳在北距泸州有没有碰到熟人，阮秀口中的熟人自然就是陈平安了。然而李柳虽然在骸骨滩和陈平安擦肩而过，但是李柳并没有故意去和陈平安打招呼，因为李柳知道陈平安会去狮子峰找父亲李二，到时候自然就会碰面。见李柳竟冷落了陈平安，阮秀直接骂李柳太不会做人了。之后李柳交代了阮秀如何运转洞天福地后，便去往了落魄山。李柳同样耐心给朱脸讲解了福地运转的关键和禁忌。做完一切后，李柳便离开了。而落魄山莲藕福地也在江上真和老龙城范家孙家的加盟下渐渐步入正轨。
同时跟随崔成习武的裴乾，则是在这段时间迈入了武道第3境，并且裴乾的3境境界都是最强，可见裴乾的确是天生的武道胚子，境界修为2不误。只是心痛小裴乾在这段时间吃了太多的苦楚，好在都被他咬牙坚持了下来。与此同时，青鸾国边境，崔东山正让一个孱弱的志同背着他，志同摇摇晃晃走在崎岖山路上，崔东山挥动一只雪白袖子，嘴里嚷着驾驾驾，好似在骑马。而这位志同正是由高成的残魂炼制而成。崔东山骑着高成前行，嘴里还不忘碎碎念着让小高成快快长大，保平州万事皆宜。而身在北距泸州游历的陈平安也终于要碰到汉山泉的创始人顾佑了。陈平安被汉山泉创始人顾佑问泉有多惨。汉山泉创始人顾佑作为北距泸州4大指境宗师之一，但顾佑却早已销声匿迹多年，只因顾佑与仙人境界修基月结下了生死之仇，两人早年便有过决战，只是打到最后双方皆拼成重伤，而顾佑也在这场大战过后不知所踪。如今恢复伤势的基月为了逼迫顾佑现身，再次一决生死，于是基月便在顾佑的故国大篆王朝京城豢养了一条大蟒。大蟒走僵之时，便是大篆京城覆灭之日，因此为了一城百姓着想，顾佑毅然决定出山和基月彻底做个了断。而顾佑消失的这些年，一直隐姓埋名在武陵国江湖豪侠王盾的洒扫山庄做管家。陈平安带着随景城去仙家渡口时，就曾路过洒扫山庄，并且陈平安还结识了王盾，因此同样在洒扫山庄的顾佑便感受到了陈平安体内浑厚的汉山泉意。只是当时尚未做出决定的顾佑并没有打草惊蛇，如今顾佑已然决定和基月彻底做出了断，所以顾佑便准备和基月分出生死之前去会一会陈平安，若是不小心把陈平安打死了，就当是还了他的汉山泉谱，若是没死便赠送陈平安一场大机缘。不过顾佑觉得如今只有第6境的陈平安从他泉下存活好像很难，同时顾佑也看出来了陈平安在真武夫最强第6境。想到此处，顾佑忍不住冷笑地说道，他也不欺负人，既然你陈平安是在争最强6境的纯粹武夫，那他就压一压境界，只以9境武夫出拳好了。说完，顾佑便离开了洒扫山庄，追寻陈平安而去。陈平安这边和随景城、齐景龙分别后，他独自又走了很远的路，直到陈平安来到一处平原。陈平安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危机笼罩天地，这种危机感让他避无可避，逃无可逃。接着在陈平安身前就出现了一个身穿青衫的老人，老人正是顾佑。只见顾佑没有任何言语，直接一步跨出便要问拳陈平安，于是转瞬之间大地之上如平地炸春雷。陈平安相信自己的直觉，对方所展现的拳意至少是一位山巅境武夫，并且他的拳意之凝练雄厚，简直匪夷所思。不过哪怕知道对方境界高，拳意深厚，陈平安仍是没有退避，反而是直线冲向那位老人。因为陈平安深知武夫对决一撤退一避让，自身拳意就会减少1分，生还机会也就会去少1分，拳意一减便是认输。行走江湖认输往往就代表着死亡，于是迎难而上的陈平安直接和顾佑一拳互换，一拳过后接连又是一拳，直至大地之上都打出了一个大坑。已经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陈平安浑身浴血倒在大坑之中。然而其实已经彻底失去意识的陈平安，先是左手一根手指微动，然后是试图以手肘抵住地面挣扎起身。站在大坑顶上边缘的顾佑看着这一幕冷笑道，若是你陈平安能够从坑底走上来，再向他递出一拳就可以活。其实已经没有了意识，只剩下一点本命灵光的陈平安低头弯腰，双臂摇晃踉跄向前走到顾佑身前，然后顾佑又是一拳挥出，再次将陈平安打入坑底。故而顾佑又告诉陈平安说他反悔了，你陈平安还是要打。可就算陈平安依旧被打得半死，无声无息，但陈平安手指仍是微动，要做出反抗，可谓已死拳亦犹活。顾佑在撰写汉山拳谱时就曾直言，后世习他汉山拳之人，哪怕迎敌3教祖师，唯独一身拳一绝不可退。如今陈平安便实实在在做到了。顾佑忍不住夸赞陈平安后放声大笑了起来。而等昏死过去的陈平安醒过来时已是深夜时分，正当陈平安疑惑自己为什么惨遭暴打的时候，一旁就响起了顾佑的声音。顾佑也是拐着弯认可了陈平安这一身的汉山拳意，并且作为汉山拳创始人的顾佑还看出来了陈平安必然已经练拳过100万了。陈平安没有隐瞒，他说出了自己至今已经打出了160万汉山拳了。顾佑一听有些欣慰，再次夸赞了陈平安一次，但陈平安从头到尾都是一头雾水。毕竟这位突然出现的老头无缘无故就把他揍得半死，现在却又心平气和地和他拉起了家常。不过陈平安确定了老人对他没有杀心。事实上陈平安在挨了几拳后臂意之大无法想象，甚至不再体魄神魂，而在拳意人心。因此苏醒的陈平安在感受到自己的变化后，他甚至觉得第6境的最强2字已是他的囊中之物了。这对于陈平安而言可不常见。而正当陈平安疑惑老人为何要这般帮他时，老人就主动报出了自己的姓名顾佑。陈平安顿时心中了然，毕竟他的拳法根本就是来自于顾佑。至于作为北距泸州人士的顾佑拳谱为何会出现在保平州离珠洞天，其实是因为顾家早年遭了一场大灾。顾佑作为山巅武夫，又极少关照家族后辈，
因此大灾过后的顾家便分崩离析，顾氏子弟流散四方，其中就有人流浪去了离珠洞天，因此汉山拳谱这才出现在了陈平安家乡。后来机缘巧合之下，又成为了陈平安的救命拳法。如今见到拳法的主人，陈平安当即郑重其事向顾佑抱拳感谢。然而顾佑却告诉陈平安，他很高兴汉山拳能够被陈平安学取，并且还有希望发扬光大。不过说实话，顾佑觉得哪怕是他这位撰写拳谱之人，其实真觉得这本拳谱不咋地，撑死了也就只有那么点意思。但陈平安却真心觉得汉山拳意思极大，哪怕当年在落魄山面对崔成，陈平安对于这部相依为命的拳谱也始终十分推崇。顾佑这一生从未真正收徒授权，而如今顾佑即将就要去和姬月一决生死，在生死之前他还能碰见陈平安这位真正爱惜汉山拳之人，顾佑当然发自内心的高兴。而陈平安本想相劝顾佑和姬月大战，可顾佑却告诉陈平安，他和姬月乃是死仇，而且是双方必须要消失一个的那种。在这之后，陈平安便不再相劝，不知其中真正纠葛缘由，便没资格相劝。而自歌鹿山受人所托刺杀陈平安无果后，其实歌鹿山又派出了一波刺客前来围杀陈平安。如今陈平安被顾佑为拳时，这波刺客正隐匿在远处，只待顾佑离去，他们便要现身出手斩杀陈平安。然而这波刺客又怎么能瞒过顾佑？陈平安如今被顾佑为拳重伤，顾佑当然不会让陈平安陷入危险而不顾，所以顾佑离开前还借着这波刺客给陈平安演示了汉山拳真正壮观的拳意。为陈平安解决危险后，顾佑便要离去。两人临别之际，陈平安嘴唇微动，本想再次出言相劝，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顾佑摇摇头，示意陈平安无需多说。陈平安最后唯有双手抱拳相送，顾佑亦是双手抱拳告别。两人的抱拳无关境界，无关年龄，因为世间汉山拳先有顾佑，后有陈平安。断了网的搬山大圣竟扬言抬手灭掉陈平安。游历北距泸州的陈平安偶遇了汉山拳创始人石敬武夫顾佑，但顾佑见陈平安一身浑厚的汉山拳意，却二话不说，直接三拳将陈平安打得半死。好在顾佑对陈平安没有恶意，顾佑的三拳虽说让陈平安受伤极重，但却也让陈平安的武道底子打得更加结实了，并且顾佑临走之时还顺便帮陈平安解决了6位歌鹿山的刺客。其实陈平安也早就发现了这6位刺客的踪迹，只是歌鹿山这第2次派来的刺客实力更加强劲，以如今陈平安的境界对抗起来还是比较困难。因此陈平安在发现刺客的踪迹后，也是早就悄悄给好友齐景龙飞剑传信了一封，让齐景龙赶来帮助他斩杀这波刺客。而在顾佑离开后不久，齐景龙也是一诺千金，风尘仆仆地赶来了。只可惜齐景龙还是来迟了一步，歌鹿山的刺客已经被顾佑随手解决掉了。不过看着身受重伤的陈平安，齐景龙还是问出了自己的疑惑。陈平安也没有隐瞒，坦然告诉了齐景龙他被指进武夫顾佑问拳的事情。得知真相的齐景龙唏嘘不已，随后为了彻底帮陈平安解决歌鹿山刺客麻烦，齐景龙便要去找歌鹿山开山老祖好好讲讲道理。毕竟这刺杀为主的歌鹿山自开山便定下了一条金规铁律，那就是不管是谁去歌鹿山雇凶杀人，无论成功与否，歌鹿山都只会对刺杀目标出手一次，就算是失败了也绝不会派出第2波杀手。可现在2次针对陈平安，歌鹿山却已经是坏了规矩，所以作为陈平安好友的齐景龙就要去找歌鹿山好好讲讲道理。如果道理不听，齐景龙就要讲讲规矩了。不巧齐景龙的本命飞剑就叫做规矩，一位即将快要跻身玉仆境剑修的规矩还是足够有分量的。如今被顾佑喂拳的陈平安伤势并没有完全恢复，因此齐景龙离开前还贴心地为陈平安布下了一座可防御元婴修士攻击的大阵。齐景龙可谓对陈平安贴心至极。陈平安一路行走江湖，结识了不少朋友，但像齐景龙这样的同道中人却没有几个，能真正帮上陈平安忙的就更少了。徐远霞修为有限，张山峰尚未成长起来，同样得到藕花福地1/4的露台必定忙着打理福地。同叶州如今不太平，钟馗想必也挺忙，剩下的就都在落魄山了，可他们也没办法帮助身在北距泸州的陈平安。好在和陈平安意气相投的齐景龙还算靠得住。齐景龙离开后，陈平安继续留在原地恢复伤势。与此同时，保平州正阳山的搬山大圣又开始整活了。正阳山如今喜事连连，随着正阳山的死对头风雷元元婴剑仙李团锦的冰解，加上现任原主黄河闭关，因此如今没了风雷元压制的正阳山可谓如日中天。而且现在正阳山老祖的嫡传孙女桃子又成功晋升洞府境。当初桃子随搬山元去往离珠洞天时，桃子机缘巧合之下便结识了大力皇子宋吉星，并且宋吉星还曾送给了桃子一个品阶不错的养剑壶。之后桃子便一直和宋吉星交往密切，桃子和宋吉星的关系也是有目共睹。如今随着大力一统保平州，封王老龙城的宋吉星几乎管辖着大力半州江山，没了风雷元压制，加上又攀上了宋吉星这位大力星王，正阳山一时间可谓风光无两。因此在桃子跻身第6境时，正阳山便为桃子举办了一场盛宴庆贺。
各方前来道贺的仙家络绎不绝，其中就有当初从刘宪阳手中抢走猴子甲的清风城许家。许家在得了猴子甲后，实力也是更为强大，并且许家还把嫡女嫁给了大力上柱国袁氏庶子。清风城许家同样攀上了大力权贵，只是许家仍是要比正阳山逊色一筹。而搬山大圣在离珠洞天被齐敬春揍了一顿后，回到正阳山的搬山元仍是没有长记性，还迟迟没有给正阳山通往，以至于正阳山到现在都不知道陈平安发展到底有多迅猛。其中有一部分原因虽然是大力将离珠洞天设为禁地，无人胆敢擅自探究打探消息，但归根结底还是正阳山对陈平安的不重视。毕竟陈平安一个小镇泥腿子哪能够入他们正阳山的眼？不过相较于正阳山，通了网的清风城则是消息灵通了许多。清风城不仅知道陈平安在离珠洞天得到了落魄山在内的许多山头，并且清风城还打听到刘宪阳可能即将要回归离珠洞天，成为龙泉剑宗圣人阮琼的嫡传弟子。对于清风城和正阳山来说，陈平安和刘宪阳已经和他们结下了死仇，所以消息灵通点的清风城就有些犯愁了。到时候陈平安和刘宪阳找他们复仇可就麻烦了。对此搬山大圣却满不在意。搬山大圣说他不去找陈平安和刘宪阳的麻烦，他们俩就已经该烧高香了，难不成他们俩还敢来正阳山寻仇？清风城许氏夫人一听也觉得有理，哪怕是刘宪阳进了龙泉剑宗成为阮琼的嫡传弟子，也折腾不起太大的浪花。至于陈平安那个泥瓶像泥腿子，哪怕如今积攒下了一份深浅暂时不知的不俗家业，可面对靠山是大力朝廷的正阳山，依旧是匹夫撼树。就撇开大力不说，正阳山那几位剑修老祖和搬山元，又岂是一座落魄山一个年轻武夫可以抗衡的？清风城许家夫人在搬山元的开导下，也觉得陈平安和刘宪阳不足为惧。可见清风城虽然通了网，但网速可能也是慢的感人，以至于他们根本不知道刘宪阳和陈平安的潜力有多大。虽然得到了开解，许氏夫人还是觉得陈平安和刘宪阳很可能会成为他们最大的威胁。于是搬山大圣再次说道：一个连长生桥都断了的蝼蚁，他就算借给陈平安胆子，陈平安也不敢来正阳山。但许家夫人却并不这么认为，当初在小镇还没有修炼的陈平安就敢对抗他搬山元，就更别提现在走了武道之路的陈平安了。搬山大圣一听也觉得在理，不过搬山大圣觉得当初在小镇是因为有齐敬春护着陈平安，所以陈平安才敢如此大胆。如今齐敬春已死，可就没有谁会护着陈平安了。一旦陈平安离开离珠洞天，胆敢来正阳山，搬山大圣放出豪言说他保管让陈平安抬头看一眼正阳山祖师堂，就要陈平安立刻嘎在正阳山山脚。正阳山终归是吃了没网的亏，一个从婆娑州归来的刘宪阳就足以让正阳山有些头疼，就更别提卧虎藏龙的落魄山了。当然真出手的话，正如搬山大圣所说，陈平安确实只能看一眼正阳山的祖师堂，不过却是因为这一眼之后，正阳山的祖师堂可能就应该不复存在了。搬山大圣当初种下的恶果终究是要偿还的，正阳山也将第一个迎来陈平安的特殊回报。从离珠洞天离开的刘宪阳终于再次出现，身在书简湖的顾粲依旧死性不改。陈平安游历北距泸州时，书简湖已经先后举办了2次水陆大会和周天大教，被顾粲所杀的无辜亡灵也大多都在这2次祈福中得以转世投胎。至于少数怨念极深的亡灵，顾粲则是为他们寻来了一座山头供他们修行，以此让他们增强实力，有机会找他顾粲寻仇。可以说陈平安交代顾粲的事情如今正在有条有理顺利进行着。而如今书简湖地界几乎都被江上真的真净宗管辖，说来顾粲让亡灵修炼的地界还是江上真所赠送的，这其中江上真自然是看在陈平安的面子上才会出手如此阔绰的。而真净宗的祖师堂就建在刘老城昔日的公流岛。自真净宗开宗以来，整个书简湖大兴土木，灵气钱多到花不完的江上真甚至花大价钱从同业州运来施工队打造宗门。江上真用实力证明了什么叫做有钱任性。而真净宗也不愧是同业州首席宗门玉龟宗的下宗，如今不仅江上真已经悄悄破进入了仙人境，真净宗内的上5境供奉也足足有3个版，一个是因为陈平安出色而输掉赌约加入的丽彩，一个是昔日从同业宗叛出投靠玉龟宗的老祖。这位老祖出来书简湖时还曾派出元婴镜刺杀过陈平安，并且这位老祖还一心想染指真净宗宗主之位，所以江上真带丽彩来书简湖时已经悄悄将其给除掉了，只是对外声称这位供奉进入了闭关。还有一位自然就是刘老成了，至于那半个就是顾粲的师傅刘之茂了。刘之茂进入真净宗依靠着江上真庞大的财力，如今也是即将就要破境跻身上5境了，只是入上5境一事福祸相依，稍有不慎便会落得生死道消，所以刘之茂还是希望自己的衣钵和心血能够传承下去，顾粲自然就成了刘之茂传承的首选之人。只不过2人虽然已经做了师徒多年，刘之茂找到顾粲后还是对其考验了一番。考验中，刘之茂发现顾粲虽经过陈平安的熏陶改变了许多，但是顾粲依旧记仇，只是比起当年的随心所欲乱杀一通，如今的顾粲对待事情条理清晰，不但可以隐忍不发，反而对于如今寄人篱下与人处处低头做事的蛰伏处境，似乎非但没有抱怨，反而甘之如饴。事实上顾粲表面上的确发生了改变，但是顾粲的内心根本却没有太大的变化。
当初顾粲失去蛟龙泥鳅落魄后，很多原本对顾粲示好之人都有意无意跑来嘲笑过他顾粲，只是当时的顾粲没有实力反抗，但这些人一直被顾粲牢记在心。现在的顾粲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到时候这些人可一个也别想跑掉。虽然顾粲没有改变太大，但如今学会隐忍的顾粲就更被刘志茂看中了。所以刘志茂将毕生所学传给了顾粲后，便安心去闭关破境去了。另一边，火龙真人带着张山峰千里迢迢赶到了婆娑州。没钱雇佣马车的张山峰心里愧疚至极，责怪自己道法太低才会委屈自己师傅意志不行。而日常坑徒弟的火龙真人在见到陈怀安后，借徒弟之手让张山峰送给了陈淳安3本文圣书籍。要知道陈淳安可是被世人视为亚圣一脉的弟子第一人，文庙的3、4之争就发生在文圣一脉和亚圣一脉两脉，在根本学问上可谓是南辕北辙。如今文圣一脉的书籍也早被列为了禁书，不过陈淳安虽对张山峰的赠礼有些无奈，但他却依旧将文圣的书籍收入了袖中。而后火龙真人与陈淳安两人聊起了妖族的动静，张山峰则是见到了失踪已久的刘宪阳。如今的刘宪阳变得越来越沉稳收敛，读书勤勉，治学严谨，悄悄修行一事更是片刻无松懈，越来越与纯如尘世的家风山水相契合。刘宪阳得知张山峰和陈平安是一起游历的至交好友后，刘宪阳便十分高兴，与张山峰询问了陈平安的事迹。因此两位年轻人一见如故，说着鸡毛蒜皮的小事。与此同时，身在北距泸州的齐景龙帮陈平安解决歌路山刺客麻烦后，还意外在歌路山收了一个名叫白手的剑修弟子。之后回到陈平安身边的齐景龙还带陈平安见识了北距泸州的一个古老传统。因为北距泸州有一位剑仙战死在剑气长城，北距泸州代代就有传承，一旦有驰援剑气长城的剑仙阵亡，那么整个北距泸州将会举州祭剑礼敬英雄。因此得知消息的北距泸州一位位剑仙皆是祭出飞剑直冲天幕。在齐景龙也祭出本命飞剑直冲天幕后，陈平安同样祭出了剑仙和出115飞向天幕。就这样，整个北距泸州一州大地皆起剑，一条条光亮不一的剑气光柱从北距泸州的版图之上先后亮起，浩然天下的夜幕中，人间自然多有灯火，可是从来不会如北距泸州这般会有那么多剑仙和剑修整齐出剑，如灯火同时点亮一州大地。祭剑完毕后，齐景龙带着白手离去。齐景龙将要闭关冲击玉璞境，陈平安则是继续北游。而陈平安的下一站将会碰到来自青云天下的又一位大佬。陈平安扮猪吃老虎混入秘境寻宝，却没想到队伍中还有隐藏更深的上五境大佬。随着北距泸州的一位大剑仙战死剑气长城，陈平安也是入乡随俗，跟随齐景龙一起祭出飞剑礼敬了英雄。之后齐景龙便与陈平安分别，齐景龙要回归宗门冲击上五境，陈平安则是准备去对外开放的龙宫洞天游历一番。然而在陈平安前往龙宫洞天的途中，陈平安却是听闻有修士发现了一处山水秘境，秘境中往往都有遗留的机缘法宝，所以陈平安又临时起意要前往秘境寻宝。而在去往秘境的途中，陈平安收到了齐景龙的飞剑传信，信中齐景龙告知了陈平安顾佑与姬月对战的结果。只敬五夫顾佑与仙人觐见修姬月大战的最后时刻，顾佑于心口处画出一道远古所见符，封禁了姬月的本命飞剑片刻，最后两人以命换命皆战死。顾佑与姬月都曾指点过陈平安，因此陈平安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失落不已。但陈平安终归有自己的路要走，所以陈平安整理好心态后便继续前往秘境。由于陈平安所前往的山水秘境品阶不算太高，因此前往秘境寻宝之人基本都在元婴境界之下。陈平安战力虽然能媲美元婴，但为了谨慎起见，陈平安还是用珠帘给的面皮易容成了一位只有3境修为的黑衣老人，并且一人装作也修的陈平安还觉得不够保险，因此陈平安还利用自己精湛的表演加入了一个同样是去往秘境的探险队伍。队伍加上陈平安一共4人，其中表面上又以陈平安和一个姓孙的道人最弱，其他2位修为略高之人之所以愿意带上他俩，也是想利用他们去寻宝后再嘎掉他们夺宝的心思。就这样4人小队成功进入了秘境开始寻宝。然而众人都不知道的是，他们队伍中姓孙的道人才是隐藏最深的那一位，因为这位孙道人乃是青云天下最强10人之一的孙怀忠，也是4把顶级仙剑之一太白仙剑原本的拥有者。孙怀忠出自与白玉京对立的玄都观，此次他以分身现身浩然天下，正是为了这座秘境而来。只因这座秘境和他师弟黄干有莫大的关联，孙怀忠与师弟黄干都是玄都观仙剑一脉的中流砥柱。只可惜黄干虽天纵奇才登山快，但世事也早。当初黄干捕捉到了一只被化外天魔寄居的大妖，黄干便试图将这头化外天魔以道化之。然而黄干的做法却触及到了道老二的禁忌，因此道老二破天荒手持4大仙剑之一的道藏，闯入玄都观斩杀了黄干。而黄干在临死之前却破开天幕，将自己的小洞天与大妖给传送到了浩然天下，并且黄干还与大妖约法3章，让大妖不要作乱。可奈何岁月悠悠，没人约束和教化的大妖又渐渐恢复了本性，所谓的约法3章便已经不再是束缚，如今就只剩下洞天内遗留下的一缕剑气还在苦苦支撑看管着大妖。正是因为这缕剑气的存在，大妖既不能炼化洞天，也不能离开洞天，
所以大妖只能以洞天为饵，故意设置一道低劣的禁制，把这座洞天给显露出来，以此吸引一些元婴境以下的修士进入洞中寻宝，最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吸食这些修士的灵气。而孙怀忠来到浩然天下，正是要帮师弟了却这桩因果。不过孙怀忠进入秘境后，并没有立即显露真身斩杀大妖，而是继续伪装和陈平安他们一同寻宝。再说陈平安进入秘境后也是机缘不断，各种法宝源源不断的被收入囊中，甚至就连房顶的碧瓦青砖和黄干的木胚神像都没放过。只要是价值不菲之物被陈平安看见了，陈平安都会收入方寸物。总之陈平安过境几乎寸草不生，而孙道人得到的宝物同样不少，因此很快就有人想要嘎掉他们俩夺宝。由于孙道人装的比较彻底，所以不知情的陈平安还曾出手救下过孙道人。然而就在所有进入秘境中的修士为夺宝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大妖却突然关闭了洞天的入口，并施展手段让进入洞天的修士互相厮杀。可没想到进入洞天的不止陈平安和孙道人两位隐蔽，除他们俩外，更是还有中土神州10人之一的后人怀前也混在野修当中。由于怀前的来历大，因此怀前知道这座洞天的内幕。怀前进入洞天的目的正是为了得到洞天内的那一缕剑气，所以怀前见大妖关闭洞天入口也不装了，直接就拿出随身的顶级法宝震慑住了洞天内的所有修士。然后怀前坦然对大妖说出了他是中土10人之一的后辈，还大放厥词，扬言他就算伸长脖子让大妖砍，大妖也不敢对他动手。只有玉仆境修为的大妖听后也的确不敢对怀前动手，所以怀前准备嘎掉洞天内的所有人后再和大妖好好谈谈。然而怀前嚣张至极，加上他看谁都是看蝼蚁一般的态度，终究是惹怒了孙道人。孙道人作为亲临天下排名第5的高手，他当然不惧怕怀前的后台，因此孙道人也不再伪装，直接出手就嘎掉了怀前，然后又瞬间秒杀了大妖。孙道人的出手也是把陈平安都给惊呆了，果然一山还有一山高啊！好在先前洞天内大乱时，陈平安不仅出手救下了数人，还曾救下过他孙道人，因此孙道人对心存善念有赤子之心的陈平安颇有好感。最后孙道人离去时，虽说带走了师弟留下的大多法宝，但孙道人还是给陈平安留下了不少的法宝，并且孙道人还把洞天内的那一缕剑气也送给了陈平安。陈平安成为了此次收获最多的那个人。心情大好的陈平安离开后，还结交了云上城修士徐姓九。陈平安去往云上城小住了一段时日后，才再次启程。而下一段路程，陈平安将偶遇一位家乡人。陈平安的半仙兵剑仙是如何进阶成为仙兵的？在飞升境界修孙怀中的馈赠之下，秘境寻宝的陈平安最后也是收获满满。在离开秘境后，陈平安便继续前往龙宫洞天。龙宫洞天与离珠洞天一样，都是属于36小洞天之列，并且龙宫洞天乃是一处货真价实的龙宫遗址。相传在远古时候，洞天内还有上古水仙居住，如今龙宫洞天便是被水龙宗和浮萍剑湖以及大元王朝重玄蜀3大势力所掌控。而陈平安与重玄蜀杨氏兄弟和浮萍剑湖随景城都先后相遇，这些相逢似乎都在暗示陈平安与龙宫洞天有缘，所以陈平安无论如何也要来走上一遭。而就在陈平安到达龙宫洞天的入口时，陈平安竟遇见了李柳。他相遇故知本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但是李柳却告知了陈平安，如今落魄山得到了一份偶花福地，并且福地提升急需2-3千颗古羽钱的事情。虽然在江上真等人的加盟下几乎解决了缺钱的忧虑，但陈平安听说后仍是忧愁不已，毕竟落魄山欠债2-3千颗古羽钱的重担，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在他陈平安这个年轻山主的肩头上，这可是逃不掉的。所以蓦然发现自己欠下重债的陈平安当然是头疼不已。而后李柳又告诉了陈平安另一件事，当初陈平安第一次乘坐仙家渡船时，曾在名为鲲船的仙家渡船上结识了2位婢女春水秋实2姐妹，并且在鲲船上短暂的相处中，秋实还爱上了陈平安。但后来大黎为了一统宝平州，便联合天军谢氏将鲲船打落至宝平州中部最强的朱茵王朝领土，以此嫁祸给了朱茵王朝，为的就是方便天军谢氏以此事为由调查朱茵王朝，好牵制关湖书院为大黎攻打朱茵王朝争取时间。鲲船的坠毁自然带走了渡船上很多无辜之人的性命，其中喜欢陈平安的秋实便在此次劫难中丧生，而大难不死的春水则是改名石秋，加入了一小山门苟活于世。之后玉龟宗老祖寻渊来到宝平州时，恰巧偶遇了春水。身为千人境大修士的寻渊也是看出了春水的身世，于是寻渊便给了春水一个公开鲲船失事内幕真相的机会。鲲船的坠毁本就牵连了很多大人物，哪怕春水明知自己站出来曝光真相后难逃一死，但为了替自己惨死的妹妹求一个公道，春水仍是毅然决然站出来曝光了鲲船失事的内幕，并且在最后春水还说出了秋实喜欢陈平安的事情，而且春水曝光的整个过程都被仙家术法给记录了下来。李柳知道陈平安和春水秋实有些关联，所以李柳便是把春水曝光的整个过程交给了陈平安观看。知道真相的陈平安愤恨万分，有事当如何，
自然是提剑下山去。可惜事大过本事，陈平安也深知如今仅凭他的实力根本不能够为邱氏找回公道，有心却无力，所以陈平安只能失落地将这份公道暂时铭记在心。而李柳见陈平安怅然若失，便赶紧转移了话题，开诚布公对陈平安说出了他们一家之所以搬到北距泸州的缘由，是因为比起其他大州，北距泸州更适合他李柳修行，并且李柳的爹李二想要继续破境，留在宝平州几乎没有希望。来到北距泸州虽然也难，但是好歹有点机会。一个州大小往往会决定上武境修士的数量。北距泸州地大物博，灵气远胜宝平州，故而上武境修士远远多于宝平州。可是山巅境武夫，尤其是只境武夫的数量却出入不大。北距泸州和宝平州的本土只境武夫都是相同的3人而已。如今随着顾佑战死，便是所有北距泸州武夫的机会，可以分摊一州5运。至于能拿到多少，自然各凭本事了。这便是只境武夫死本州的说法根脚所在。而且李柳还告诉陈平安，说是顾佑战死后5运四散，但其中有一份浓郁5运有些玄妙，似乎蕴含着顾佑的一股执念。在北距泸州寻找了许久，滞留了约莫半旬才缓缓散去，应该是没能找到陈平安的关系。李柳说，陈平安若是得了这份馈赠，以最强6境顺利跻身金身境的成功率很大。5运寻找陈平安时，陈平安正是进入了秘境寻宝中。陈平安心中了然，是因为他练习撼山拳多年，又挨了顾佑3拳指点的缘故，所以哪怕他陈平安是外乡人，顾佑依旧愿意分出一份5运馈赠给他。不过现在陈平安得知自己错过了顾佑的这份遗赠，陈平安心中遗憾当然会有，只不过没有什么后悔。毕竟在陈平安看来，顾佑本就是北距泸州人士，他的5运留给北距泸州的武夫天经地义，他陈平安唯有练拳更勤才对得起顾佑的这份期待。陈平安的回答得到了李柳的认可，这不正是说明顾佑的眼光好，才会如此看重陈平安吗？同时也说明他李柳弟弟李怀的眼光也不差，李怀时时所念叨的陈平安果真值得肯定。最后李柳还向陈平安道贺，说是陈平安的半仙兵剑仙，其实早进阶成为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仙兵了。陈平安听后直接愣在当场，自己的剑仙咋就突然成为传说中的仙兵了？李柳没有隐瞒，一语道破天机，剑中有一点浩然正气，还有一粒精粹道义，道义自然就是陈平安炼化了那一缕孙道人所赠送的破碎剑气，所以剑仙在浩然正气和那一缕至强的剑意加持下，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成功进阶成为了一剑仙兵。魏博基身上5境的声势有多浩大呢？陈平安在北距泸州龙宫洞天偶遇了李柳，李柳给陈平安带来了落魄山得到莲藕福地的消息，并且李柳还看出来陈平安的半仙兵剑仙早已提升成为仙兵。李柳将这些事情告知陈平安后便要离开，只是离开前李柳将龙宫洞天内掌管水利的水正给叫了出来。要知道李柳本就是远古水神转世，而龙宫洞天的前身其实就是李柳的一处避暑之地，所以这龙宫洞天内的神奇自然就是李柳当年的下属了。龙宫洞天的水正名叫李元，他也是从远古存活至今的一位小水正。李柳让李元带着陈平安游历龙宫洞天，并且李柳离开时还送给了陈平安一块掌管洞天的玉牌，让陈平安得以随意汲取龙宫洞天内的水运灵气。李柳的馈赠也是为了报答陈平安当年护道李怀的恩情。李柳告辞后，陈平安便暂时在龙宫洞天安顿了下来。随后陈平安立刻给落魄山寄去了书信，仔细询问了莲藕福地的事情，同时陈平安也表明自己会尽量快速处理所得的法宝，来偿还落魄山所欠下的神仙钱。寄完信后，陈平安便准备在洞天炼化第3件本命武。与此同时，宝平州北岳正神魏博正式开始闭关冲击上武境。大黎朝廷对魏博升境一事无比看重，除了圣人阮琼，大黎甚至还专程让上武境修士许若也赶来护卫魏博的破境。毕竟魏博破境后，玉璞境的魏博在北岳范围内可是能发挥仙人境的战力，大黎可就相当于有位仙人境大修士撑腰了，所以魏博的破境对大黎至关重要。而落魄山的赔钱在崔成的捶打之下破境行云流水，就是不知陈平安知道赔钱的破境速度后会有多受打击。再说嫁衣女鬼也从观湖书院返回了府邸，似乎是心愿已了。同时顾灿父亲顾涛也苦尽甘来，成为了大黎风赤的山君。而海谷滩金关城内，高成近来经常有些心神不宁，但他又不知道哪里出了纰漏。高成可不知道他的一丝神魂被崔东山给练成了小瓷人，说不定哪天这位小瓷人就会成长到与他高成争夺自身的主导权，到时候高成可就不是心神不宁这么简单了。另一边，火龙真人告别陈怀安后，便带着张山峰返回了北距泸州。张山峰想着早点将师傅求来的水丹送给陈平安，道法通天的火龙真人也是算到了陈平安想要炼化新的本命武，于是火龙真人便带着张山峰赶往龙宫洞天要雪中送炭。而陈平安在龙宫洞天小住了一旬光阴后，终于收到了落魄山的回信，信中朱脸告知了陈平安魏博成功破境，至此魏博成为了宝平州历史上第一位上武境山神。大黎王朝皇帝宋和更是带着百官亲临离珠洞天，一起登上披云山为魏博道贺。不但如此，
大黎朝廷还取出了一件皇库珍藏的清水半仙冰赠予了魏博，作为锦上添花的压胜之物。如此一来，哪怕是一尊山岳正神，魏博也能够更加轻松掌控辖境水域，甚至可以随便镇压大理北岳地界所有最高品质的江水正神。由此可见新帝宋和对于魏博的重视。所以朱脸让陈平安这位山主不用考虑贱卖家当一事，因为魏博破境之时声势极大，祥瑞齐出，据说整个大黎京城百姓都沸腾了。许多家底殷实的富贵门户如过江之鲫，疯狂涌入离珠洞天，想要去往披云山烧香礼敬魏大山神。而且大黎户部还带给披云山将近100颗金铜钱，作为朝廷的赠礼之一。因此在这些浩大声势的加持之下，朱脸说魏博光是举办第3场神灵夜游宴，保守估计又可以狠狠捞上一笔法宝赠礼，到时候落魄山的债务缺口可就要补上不少。朱脸等人可没把魏博当外人，能坑可就要使劲坑。堂堂玉途境的正神竟沦为了落魄山的打工仔。不过魏博也是甘愿为落魄山付出，毕竟魏博现在的修为地位都是因为陈平安才得到的，所以魏博当然会全心全意帮助落魄山了。当然信中也有赔钱对师傅的思念。看着久违的家书，陈平安也开始想念落魄山一众人了。而就在陈平安梳理着家书中的信息时，火龙真人与张山峰也赶来了龙宫洞天。那么陈平安再见张山峰与火龙真人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陈平安炼化的木属性本命物有多珍贵呢？陈平安在龙宫洞天看完了落魄山的回信后，也是知道了魏博破境的事情。对于这件喜事，陈平安便又立即回信让珠帘准备贺礼送给魏博，并且陈平安对于莲藕福地这个名字也表示了赞同。而就在陈平安寄完信后，火龙真人和张山峰找到了陈平安，时隔数年，两人的再次相见，陈平安惊喜万分。不过火龙真人却是一眼就看出了陈平安心境有问题。陈平安作为他徒弟张山峰的好朋友，于是火龙真人便开始为陈平安弥补心境。火龙真人出言便点破了陈平安在书简湖对于顾灿的私心。陈平安恍然大悟，开始正视自己的心结。在这之前，陈平安总是故意将世道复杂想得更深更乱，对于自己会下意识觉得文胆易碎，他便可以不去深究顾灿为恶意事了。如今陈平安明白，这其实就是一种逃避。就像火龙真人所说，他就是私心作祟。私心如此之重并不可怕，可怕之处是在于依循此心行事而不自知，知道了反而不用害怕。一件事情到了已经最糟糕的境地，接下来自己只要还有心气提得起，再难也能好转起来。陈平安能自省这么多，可火龙真人还是觉得不够。于是火龙真人再次对陈平安问道：陈平安，那么你有觉得天经地义的人祸事吗？陈平安点头道：当然，比如他爹娘是好人，他这辈子只会喜欢民谣，他一定要齐先生看过更多的山河风景，他还要成为阿良那样的剑客，并且他认识了许许多多的真正好人。陈平安不希望自己的修行只为自己的事，他希望以后见到每一件敢怒不敢言的不平事，他便可以酣畅出拳，出剑皆无错。希望道理就是道理，不是有用时就拿来用，无用时就束之高阁。世间一切弱者可怒可言，强者愿意尊他人，这便是他心中所愿之事。说完，陈平安停顿片刻，缓缓道：他还希望世间所有泥平巷长大的陈平安，可以不用算计这么多，就能够当个真正的好人。火龙真人听后再次问道：那么最后贫道问你本心可曾明了？泥平巷陈平安到底是什么人？对于这个问题，陈平安沉默许久，最后他微笑着说了一句不是答案，也是答案的言语：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陈平安便是表明要做自己，而且是做更好的自己，刻苦砥砺自己，朝着那个方向继续努力就是了。在继续用各种学说道理伪装和武装自己求真求变的两条路径上，陈平安选择了后者，度过了新关。陈平安终究是承认了自己的不足，但是他不会一直停留在这样的不足之上。世间唯一永恒不变的就是万事万物一直都在变化，那么他陈平安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和变化就好了。陈平安的答案得到了火龙真人的认可，于是火龙真人心中便有些唏嘘，心想果然文圣老先生收取弟子的眼光与自己一般好啊。开解了陈平安后，陈平安才开始和张山峰叙旧。张山峰给陈平安讲述了两人分别后的游历，并且还赠出了师傅求来的那颗价值不菲的水丹。而陈平安本就打算在这龙宫洞天炼化木属性本命物，火龙真人也是大方的要帮助陈平安炼化第3份本命物，陈平安也是毫不见外的答应了下来。而陈平安所要炼化的木属性本命物，正是之前在洞天所得到的黄干木胎神像。纵然是火龙真人见到这尊神像也是震惊不已，毕竟黄干在清明天下可是响当当的天纵奇才。好在陈平安阐述了得到神像并没有什么疑患，火龙真人相信了陈平安。何况火龙真人一琢磨，那个飞升返回清明天下的大玄都关孙道人，既然愿意留下此物，本身就是对陈平安的一种认可，所以火龙真人传授陈平安炼物的口诀，让他大放炼化，并且火龙真人还亲自帮陈平安守关压阵，因此陈平安也是成功的炼化了木属性本命物。虽然陈平安没能借着炼化本命物突破境界，但是陈平安也是跻身到了炼气士3境的瓶颈。在帮助陈平安炼化本命物后，火龙真人也就要带着张山峰离去了。离开前，陈平安为了凑钱还债，还将在黄干洞天寻来的120片琉璃瓦
以600颗谷雨钱卖给了火龙真人。可陈平安不知道的是，火龙真人转身就将这些琉璃瓦卖出了几千颗谷雨钱的高价，也是狠狠的在陈平安这边赚了一笔。就是不知道陈平安知道后会有多么肉疼。在火龙真人和张山峰离开后，炼化完本命物的陈平安也打算离开龙宫洞天继续远游。而陈平安的下一站又将碰到差点将他坑死的贺小良。陈平安被李柳的母亲看中，想收陈平安当女婿。对陈平安改变态度的贺小良为陈平安进不惜得罪仙人境大剑仙。陈平安和贺小良分别后，便前往了李二一家所在的狮子峰。李二自带着媳妇和女儿搬来北距泸州后，李柳便上山成为了狮子峰仙家门派的老祖。李二和媳妇则是在山脚开了一家店铺维持生计，两人的小日子也算是过得很是惬意。当然，李柳的娘亲依旧不知道李柳上山后地位尊崇，李二神只以为女儿李柳上山是当了仙人的端茶丫鬟。当陈平安赶来狮子峰李二的家时，正巧只有李怀的娘亲一人在家。虽然在家乡小镇李二一家和陈平安并没有什么来往，但是由于陈平安护送过李怀去山崖书院，一路无微不至的照顾也是让李怀无比钦佩陈平安。因此李怀在寄往家中的信中就时常提起陈平安，所以李怀的娘亲对于陈平安的登门拜访自然非常欢迎。但李怀的娘亲毕竟是跟随李二搬来的这北距泸州，所以李二婶见到陈平安这个家乡人，免不了就是一顿牢骚。对此陈平安就安慰李二婶，夸奖李怀读书很有出息。虽然李怀读书不快，但是有后劲儿。最重要的是李怀随父母心很善，这可不是书上能读出来的。而且陈平安还表示李柳入了仙家门派前途无量，夸赞李怀的娘亲福气好，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红火。总之在陈平安的一顿夸赞之下，李怀的娘亲那是眉开眼笑，关键是连他都觉得陈平安话在理无懈可击。再说了，李怀的娘亲打心底觉得陈平安能够一路那么用心护送李怀，陈平安的人品绝对不会差。想到此处，李二婶心里就有了一些小心思。既然陈平安不是李怀姐夫的时候就能对李怀很好，那么如果以后陈平安成为了李怀的姐夫，那陈平安还不得用更加掏心窝子劲儿帮衬李怀。于是李怀的娘亲想到这边，开始用丈母娘看女婿的眼光重新打量起了远道而来的陈平安。看着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看就是心细会体谅照顾人的陈平安，李怀的娘亲那是越看越得意。所以李二婶觉得，如果陈平安能娶了自己的女儿，那可就太好了。陈平安可不知道李怀的母亲打的什么算盘，好在接着李二回来了。李二同样也很喜欢陈平安，不然当初在小镇李二也不会亲自去捉金色鲤鱼要送陈平安机缘了。李二一眼便看出了陈平安的5道6进底子打得很结实。陈平安对李二没有隐瞒，道出了他不久前才被石敬五夫顾幼未全的事情。李二一听大方的让陈平安吃饱喝足，然后他也要帮着陈平安好好的喂喂全。在李二两口子盛情的招待下，陈平安在北距泸州吃到了久违的家乡菜，因此这也勾起了陈平安想念家乡落魄山和自己的开山大弟子赔钱了。所以不知不觉中，陈平安就给喝醉了过去。看着倒下睡过去的陈平安，李二的媳妇就询问李二能不能撮合陈平安和女儿李柳。李二无奈的拒绝了，因为李二知道陈平安已经有心上人了。大失所望的李二婶便开始责备李二对女儿的终身大事不上心，骂到最后李二婶还是指名道姓想陈平安做她女婿，因为她觉得陈平安最像小镇学熟的齐先生，她觉得齐先生就很好，所以陈平安自然也就很好了。不得不说李二婶眼光真好，竟然看出了陈平安和齐先生最像。可惜陈平安心有所属，李二婶算盘要落空了。等陈平安醒过来后，李二便带着陈平安上了狮子峰帮助他喂犬。只是李二的喂犬和崔成固又不同，因为李二可是用了足足10进修为出犬。只因为陈平安见李二时叫了几声李叔叔，李二觉得做人得厚道，所以李二就不能让陈平安白喊这几声叔叔。因此李二觉得自己必须拿出10进修为出拳才算对得起陈平安。至此刚体验到温暖的陈平安又开始了挨打。另一边，贺小良和陈平安相见的事情不知怎么就走漏了风声，因此对贺小良痴情不已的北距泸州青年10人之列，排名第2的徐炫就要去除掉陈平安。奈何今时不同往日，以前的贺小良对于有人要嘎掉陈平安可是非常乐意的，可现在见识到愈发优秀陈平安的贺小良已经打心底接受了陈平安。如今的贺小良只想等陈平安回心转意，和他结为道侣，一起大道登顶。所以贺小良又怎么会容忍有人对陈平安不利？因此贺小良也是为陈平安直接对徐炫大打出手，最后打的徐炫不仅身受重伤远遁逃走，而且贺小良更是将徐炫的刀剑法宝给争抢入手带回了清凉宗。然后贺小良将2件至宝随手就丢在了山门外，并放出话让徐炫有本事就来自取，若是本事不济又胆子不够，大可以让他师父白上来取走刀剑。要知道这徐炫的师父白上可是北距泸州北方最强的一位大剑仙。不过白上虽没有仗着仙人境剑修找贺小良兴师问罪，但白上却也是放出狠话，说他白上在北距泸州1日，贺小良就休想跻身飞升境。毕竟在北距泸州有一条铁打的传统，那就是一旦有上5境修士破境，便需要承受至少3位同境修士的问剑才能够得到认可。所以白上的意思就是要在贺小良破境后再将他打得跌境，这也算是在北距泸州规矩之内对贺小良的报复。在大剑仙白上的出言威胁之下，贺小良的清凉宗一下就大减员，
几乎半数供奉客卿都与清凉宗撇清了关系，许多原本和清凉宗交好的山上势力也和清凉宗划清了界限。清凉宗算是真的清凉了。不过贺小良完全没有在意这些人的离去，那些见风使舵之人将来是注定要后悔的。因为道老大的分身之一李希胜自离开宝瓶州后，就一直待在贺小良的清凉宗传道授业。只是李希胜的授业不拘泥于辨析道门典籍的玄妙，三教百家学问李希胜都会传授，但贺小良却并不担心李希胜的讲学会误人子弟。如今李希胜也到了下山游历的时机，于是李希胜便向贺小良请辞。贺小良打了个旗手相送，李希胜便以儒家门生身份作揖还礼。不过贺小良却是偏移脚步躲过了李希胜的还礼。看来陆晨也是告诉了贺小良李希胜的真实身份，所以贺小良当然不敢承受自己师叔的这一大礼。可见陆晨对贺小良的重视，不然不是心腹弟子这么大的事不可能会告诉他的。再说宝瓶州大黎成功横扫益州，大黎也是开启了战后如何治理益州之国的会议。不过会议中大黎皇帝宋和却是表现出不少的野心，宋和居然还惦记起了北距泸州，因为宋和觉得北距泸州大部分剑仙都去了剑气长城，所以如今北距泸州正值内部空虚，大黎出兵将会减少很多阻碍。仅从这件事来看，宋和还是太年轻，头脑并不清晰，完全不明白浩然天下的规矩。毕竟北距泸州的剑修去剑气长城，那是为了帮着浩然天下抵挡妖族。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大黎从背后捅刀子攻打北距泸州，儒家文庙又怎么会坐视不管？所以崔禅教育宋和要从大局来看，如今大黎势大，统一宝瓶州后，应该为整个浩然天下做出贡献，这样才能得到文庙的认可。浩然毕竟是儒家天下，越大的事情越要在乎儒家的礼仪规矩，没有文庙的认可，就算大黎一统宝瓶州国力强盛，也都可能弹指之间就会消散失去一切。同时崔禅也透露出大黎一统整个宝瓶州已经让很多人有意见了，其中就包括被灭国的修士，甚至是儒家内部的一些人。但是只要大黎的行事能得到文庙的认可，那么这些人不舒服也得憋着，不然儒家的规矩可不是摆设。大黎有崔禅这位浩然最强智囊的存在，想不强都不行。大黎欣欣向荣，落魄山也有2件忧喜的大事将要发生。